你知道什么是选择困难症吗？有时候我真的很怕人家问我说，到底要买这辆车好，还是要买那辆车好？真的很难回答哎，更不要说行车记录器啊，到底要买 A500S 好，还是要买全新的 A510好呢？直接看这两台机器这台是 A500S， 这台是 A510，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差别。你看它放一起，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你可以从外形上发现的不同，就是 A510就是新的这台，它开了很多散热孔，这是新的，旧的是没有的。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些电源插槽，之前是，安静一点呢。之前是这种 Micro USB， 现在换成了 Type C。那后镜头的插槽是一样的 ，Micro SD 卡的资源也是一样的，从32GB 一路支援到 128GB 是相同的哦。所以其实严格上来说，两者的基础是一样的，但是其实实际上差别很大。今天为什么要比对这两台行车记录器？原因很简单，现在两台在 Lazada 都同时都有在卖这，有什么明显的差距吗？我先讲几个比较直观，因为我用我两台都用过，然后我现在是这台 A510新的这台用比较多嘛，它有什么是明显比 A500S 来的更加进步，功能更强大的？首先第一点，它可以支援 4G Hardwire Kit， 我们之前已经示范过了嘛，就是你的 Hardwire Kit 里面插 SIM 卡可以上网。它就可以做实时监控，有什么状况，它就会发通知到你的手机来。你打开手机，可以去看实际的画面，然后甚至可以做录影，这是它一个比较明显比旧的这台强大很多的地方。所以单凭这点，你问我说可能我就已经会变心了哈。但不止这点，它其实还有很多硬数据去告诉你说，510真的在很多方面都做了很多升级。好，首先第一点，硬数据现在是硬数据的时间，画质本身是一样的 ，Video Resolution 都是2592×1944P， 就是所谓的 2.7K 画质嘛。那第二点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所谓的 FPX， 之前Frame per Second 这个东西，之前我们在前一支影片有提过可以去找来看一下如果是 A500S， 它支援是30 FPS。如果今天这台 A510呢，它可以支援到60 FPS 哦。还有一个升级非常重要，就是它的感光元件。因为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拍摄工具，不管是今天我用的手机、行车记录器，甚至这颗相机，都是有一个 sensor 叫做感光元件，决定了它的所有画质好坏。高低 ，OK。如果是旧的这颗 A500S， 它的感光元件叫做 IMX335， 那新的这颗呢是 IMX675， 所以你可以明显发现到他们用的感光元件不一样，所以表示说这个技术会差很多。因为大家现在要知道这件事，现在我们的技术的这个进步真的是速度太快了，所以可能差个1-2年。那个成品就会差很多，所以它直接导致了就是它的 StarViz 技术，我们之前有提过嘛，他们都有一个 StarViz 技术，这个是 StarViz 1， 这个是 StarViz 2的技术咯。它影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如果你有熟悉拍摄的朋友，你就知道所谓 Dynamic Range 这个东西，就是当你在拍一个画面的时候。有些地方亮，有些地方暗。StarViz 技术就是让它亮的地方不会太亮，暗的地方不会太暗。所以新的这颗 A510呢，它的表现在这方面的处理肯定是会比旧的来得更好的。然后第二点就是所谓的 HDR 也是类似的技术啦，这是另外在软体在加工，就是亮暗比对哪一个中间值的画面，它有 HDR 的效果。A500S 是没有的。还有一个不同的就是之前我们提过的，只有 A510支援 4G Hardwire Kit 我们这一阵子使用下来也发现到一件事情，只有 A510有多一个新的功能，叫做 Picture in Picture 的功能像我这种
专业 YouTube user 就最清楚了，因为我们是 YouTube 付费会员嘛。就是你一个影片在播的时候，你按其他的东西，它会在电脑的下方变成小荧幕，它继续播放，然后你的电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啊，这是 Premium 会员才有的，它有类似的功能。另外一个直接的形容就是，如果你用 Google Map 这种手机导航嘛，就是你的导航，你开其他功能，导航仍会在你的荧幕右下方继续运作，然后你可以做其他的东西，在荧幕的其他部分。它今天就是在你如果行驶的过程中，它的这个荧幕哦，会有一个小荧幕就显示后镜头，对，所以你可以主要看到前镜头的画面，小荧幕可以看到后镜头的画面，然后你按一个切换，它就把它对转过来。它还有一个方便的功能，就是当你用这颗机器去跑回去浏览的时候，你可以在同一个时间轴上按一个按钮，就切换前后比对它的画面，你不用再去找同样的时间什么的，所以它会让使用上更加方便。这就是它新的 Picture in Picture 的功能。所以哩哩啦啦讲了这么多，实际拍摄画面两者之间会有很明显的差异吗？我也不知道，我也很好奇啊。这个价差好像大又不大，小又不小，差别会有多大呢？所以等一下我们这个 A510已经装在我车上了嘛，等一下我们就把它粘在我的车旁边，两个一起实际录影，然后我们再来解析看看两者的表现究竟如何。OK，Let's go。OK， 这个1月1号的画面是 500S 的，因为我没有设它的日期嘛。然后等下7月的是510。我们现在看罗里的车牌，刚才 500S 的画面，罗里的车牌是看不到的。可是你切来510，马上看到罗里的车牌哦。然后这辆 Saga 真的是有一点，我不懂他在做什么，他一直在抢路，然后明明有巴士在那边。OK， 第二点，你看左上角的太阳，500S 它是一团爆的。但是如果画面一进到510，你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哦，这就是 Dynamic Range 跟 Starvis 2 HDR 的效果的差别。现在 500S， 你看右上角的太阳，它是整片白，然后云朵不明显，物质也不明显。可是你看到510一切换，马上差别就看出来了哈。好，我们来看晚上的画面，晚上的画面两者之间，我觉得差别不太大。510感觉细节比较多。但是跟车看车牌的话，两者之间差别还算不大。但是环境的光线510的处理会比较好。再来第二个就是环境灯，500的周围环境灯细节比较不多。你看现在500旁边都是糊掉的，可是换510呢，左右的灯光看到细节就很多，然后对向车也被抑制掉。好，测试结果你觉得如何呢？我们直接把两个画面放在一起做比对，然后也把一些就是差异之处点出来。白天、晚上的画面，主要是前镜头啦，因为后镜头应该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主要是前镜头它的感光元件不同了，然后它的软体资源功能不同了。你觉得如何呢？在价差，大家自己去 Lazada、Shopee 其实买到 Official Store 看，你会选择哪一台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也不要忘了 subscribe 我们圈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